有一天夜裡，趙太爺家被搶了。這一夜沒有月，魏莊在黑暗裡很寂靜。阿 Q 站着看到自己發煩，也似乎還是先前一樣，在那裡來來往往的搬，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凝視床也抬出了，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。但他決計不再上前，卻回到自己的祠裡去了。土谷祠裡更漆黑，他關好大門，摸進自己的屋子裡，他躺了好一會兒，這才定了神，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。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，並不來打招呼，搬了許多好東西，又沒有自己的份，這全是假洋鬼子，可惡，不准我造反，否則這次何至於沒有我的份呢？阿 Q 越想越氣，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，獨獨的點一點頭，不准我造反，只准你造反，媽媽的假洋鬼子，好，你造反，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，我總要告一狀，看你抓進縣裡去殺頭，滿門抄斬，擦擦。趙家遭搶之後，魏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，阿 Q 也很快意而且恐慌。但4天之後，阿 Q 在半夜裡忽被抓進縣城裡去了。那時恰是暗夜，一隊兵，一隊團丁，一隊警察，5個偵探悄悄地到了魏莊，趁昏暗圍住土谷祠，正對門架好機關槍。然而阿 Q 不衝出，許多時沒有動靜，把總交集起來了，選了20錢的賞，才有2個團丁冒了險，魚猿進去，裡應外合，一擁而入，將阿 Q 從破席子上拖了出來，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機關槍左近，他才有些清醒了。到進城已經是正午，阿 Q 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，轉了5、6個彎，便推在一間小屋裡。他剛剛一槍亮，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着他的腳跟合上了，其餘的3面都是牆壁。仔細看時，屋角上還有2個人。阿 Q 雖然有些忐忑，卻並不很苦悶，因為他那土谷祠裡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。那2個也仿佛是鄉下人，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。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承租，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。他們問阿 Q， 阿 Q 爽利地答道：因為我想造反。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，到的大堂，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。阿 Q 疑心他是和尚，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，兩旁又站着10幾個長衫人物，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這老頭子的，也有將1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，都是一臉橫肉，怒目而視地看他。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，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，便跪了下去了。站着說不要跪，長衫人物都吆喝說。阿 Q 雖然似乎懂得，但總覺得站不住，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，而且終於趁勢改為跪下了。奴隸信。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，但也沒有叫他起來。你從實招來吧，免得吃苦。我早都知道了，招了可以放你。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 Q 的臉，沉靜地清楚地說，招吧。長衫人物也大聲說，我本來要來投。阿 Q 糊裡糊塗地想了一通，這才斷斷續續地說，那麼為什麼不來的呢？老頭子和氣地問，假洋鬼子不准我。胡說，此刻說也遲了。現在你的同黨在哪裡？什麼？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，他們沒有來叫我，他們自己搬走了。阿 Q 提起來便憤憤，走到哪裡去了呢？說出來便放你了。老頭子更和氣了，我不知道，他們沒有來叫我。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，阿 Q 便又被抓進栅欄門裡了。他第2次抓出柵欄門是第2天的上午，大堂的情形都照舊，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，阿 Q 也仍然下了跪。老頭子和氣地問道，你還有什麼話說嗎？阿 Q 一想沒有話，便回答說沒有。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並一支筆送到阿 Q 的面前，要將筆塞在他手裡。阿 Q 這時很吃驚，幾乎魂飛魄散了，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，這回是初次。
他正不知怎樣拿，那人卻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。我不認得字。阿 Q 一把抓住了筆，惶恐而且慚愧地說：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。阿 Q 要畫圓圈了，那手捏着筆卻只是抖。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，阿 Q 伏下去，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。他生怕被人笑話，立志要畫得圓，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，並且不聽話，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，卻又向外一聳，畫成瓜子模樣了。阿 Q 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，那人卻不計較，早已撤了紙筆去。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，他第二次進了柵欄，倒也並不十分懊惱。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，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，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，唯有圈而不圓，卻是他形狀上的一個污點。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。他想，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。於是他睡着了。然而這一夜，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，他和把總慪了氣了。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臧，把總主張第一要示眾。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裡了，拍案打鐙地說道：陳一景柏，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20天，搶案就是10幾件，全部破案，我的面子在哪裡？破了案，你又來迂，不成，這是我管的。舉人老爺窘極了，然而還堅持，說是倘若不追臧，他便立刻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。而把總卻道：請便。於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竟沒有睡。阿 Q 第3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，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。他到了大堂，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。阿 Q 也照例的下了跪。老頭子很和氣地問道：你還有什麼話嗎？阿 Q 一想，沒有話，便回答說：沒有。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給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，上面有些黑字。阿 Q 很氣苦，因為這很像是帶笑，而帶笑是晦氣的。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覆了，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了。阿 Q 被抬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，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。這車立刻走動了，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們和團丁，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。後面怎樣，阿 Q 沒有見，但他突然覺到了，這豈不是去殺頭嗎？他一急，兩眼發黑，耳朵裡黃的一聲，似乎發昏了。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，有時雖然着急，有時卻也泰然。他一絲之間，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，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。他還認得路，於是有些詫異了，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？他不知道這是在遊街，在示眾，但即使知道也一樣，他不過便以為人生天地間，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遊街要示眾罷了。他醒悟了，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，這一定是擦的去殺頭。他往往的向左右看，全跟着螞蟻似的人，而在無意中，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現了吳媽。很久違，他原來在城裡做工了。阿 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，竟沒有唱幾句戲。他的思想仿佛旋風似的在腦裡一回旋，小孤孀上墳欠堂皇，龍虎鬥裡的悔不該，也太乏，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。他同時想手一揚，才記得這兩手原來都捆着，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。過了20年，又是一個阿 Q 在百忙中無師自通地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。好，從人叢裡便發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聲音來。車子不住地前行，阿 Q 在喝彩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，他似乎並沒有見她，卻只是出神地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炮。阿 Q 於是在看那些喝彩的人們，這剎那中，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裡一回旋了。4年之前，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隻惡狼，永世不近不遠地跟定他，要吃他的肉。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，幸而手裡有一柄斲柴刀，才得仗着壯了膽，支持到魏莊。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，又兇又怯，閃閃的像2顆鬼火。
似乎遠遠地來穿透了他的皮肉，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，又鈍又鋒利，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，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，永世不近不遠地跟他走。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，已經在那裡咬他的靈魂。救命！然而阿 Q 沒有說，他早就兩眼發黑，耳朵裡嗡的一聲，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崩散了。至於當時影響最大的是舉人老爺，因為終於沒有追臧，他全家都嚎啕了。其次是趙府，飛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，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，而且又破費了20千的賞錢，所以全家也嚎啕了。從這一天以來，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已老的氣味。至於輿論，在魏莊是無異議，自然都說阿 Q 壞，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，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呢？而城裡的輿論卻不佳，他們多半不滿足，以為槍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，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，遊了那麼久的街，竟沒有唱一句戲，他們白跟一趟了。阿 Q 死了，他到最後也沒能明白自己為何落得這般下場。魏莊的一切照舊，趙太爺依舊是趙太爺，錢太爺依舊是錢太爺，假洋鬼子依舊風光，土谷祠也還是那座破廟。那個卑微可憐的阿 Q， 就像一粒被風吹散的塵土，來過一場，終究沒在世間留下半點痕跡。